为了1万多亿美元，就逼着台湾与中国大陆谈判，同样有损于美国的全球霸权，起码是有损于他的面子。当然，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也不可能寄望于美国，美国是域外国家，他根本就没有权利来干涉台海事务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对于中国未来如何完成统一大业，原来有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的说法，后来呢又衍生出了一个所谓的北平模式的逼统的说法，还有制统的模式等等。那么这些办法仍然是和统和武统的结合或者是变种。最近呢，台湾的一个著名时政评论员、原民进党元老叶耀鹏提出了第3种两岸统一的方式，他的这种统一方式被称为属统。什么叫属统？赎买的赎。那么属统实际上也是和平统一的一种方式，但是以两岸之间进行和平谈判实现统一不同，而是要中国大陆与美国进行交易，把台湾当成一个筹码给买过来。叶耀鹏认为，两岸问题表面上看是中美台三方的事儿，其实起决定作用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，也就是中美两国之间实力的变化，影响到未来的统一模式。那么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现实是，如果中美关系好了，两岸关系就好；如果中美关系不好，两岸关系就不好。台湾充其量只是个配角，或者是个棋子儿。叶耀鹏把三者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台湾是被美国绑架的肉票，中国要想收回台湾，就不得不谈判让美国释放台湾，要不就用武力把台湾解救抢夺回来。那么当然他提出还有第3种方式，那就是交赎金，把台湾给赎回来，这就是所谓的属统模式。而实际上最早提出出卖台湾当局的还不是叶耀鹏，而是美国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。沙利文曾是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助手，他就曾经建议说美国欠了中国上万亿美元的国债，完全可以把台湾拿出来与中国大陆进行交易，只要中国豁免了美国的国债，美国就放手让大陆统一台湾。据说当时希拉里认为这是一个对美国非常有利的创意，如果希拉里在当年的选举中没有败给特朗普，那估计呢还真是有好戏看，说不定他们还真会出台这么一个馊点子。如今呢，沙利文是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，他虽然没有重提旧案，但是拜登政府在台海问题上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，恐怕跟沙利文呢也有一定的关系。叶耀鹏认为，中国大陆交赎金完成统一是一个很好的构想，台湾肯定是被美国抓住的肉票，由中国大陆付出赎金，即豁免美国的国债，然后呢，美国就逼迫台湾来跟中国大陆展开谈判。叶耀鹏的这种观点表面上看呢还有一点吸引力，付出1.4万亿美元就收复了台湾，那么对大陆来讲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呢？或者是一个大的陷阱呢？如果中国同意了这种观点，这等于承认台湾是美国的肉票，这也将在统一问题上失去了主动权。属统论的本质依然是美国所说的弃台论，也就是当美国认为已经无法阻止两岸统一的情况下，通过一定的交易让台海两岸统一。这一点呢似乎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，但是中国会接受这样的谈判吗？根本就不会。原因有这么几个方面：一，中国未来有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，打台湾牌可以变成美国的包袱。现在美国把台湾牌当成是制衡中国的工具，就是因为认定中国大陆还没有下定决心马上解决台湾问题。如果中国大陆认为时机成熟了，真的要摊牌了，台湾问题就会变成美国的大麻烦、大包袱。因此从本质上讲，
美国并没有出卖台湾的资本。第二，台独分子宁为鸡头的思想很难改变，美国也不一定有办法让台独分子听话，压迫台湾地区当局，通过谈判恐怕会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。第三，美国为了维持霸权，不大可能主动的压迫台湾地区当局与中国大陆进行统一谈判。美国为了树立自己的国际地位，必然会想方设法让两岸处于分裂状态。为了1万多亿美元，就逼着台湾与中国大陆谈判，同样有损于美国的全球霸权，起码是有损于他的面子。当然，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也不可能寄望于美国。美国是域外国家，他根本就没有权利来干涉台海事务。关键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实力有多强，准备有多充分，解决问题的决心有多大。只要我们的整体国力、军力在亚太地区超过美国，那么我们就完全有能力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完成统一大业，根本就不需要向美国交什么赎金。中国的事儿，中国人自己解决，这才是根本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